全球减到126正在收。冥界开启的那一晚，周围的人短暂看到世界真相，但记忆我怎么在这儿？希望很快被抹除。东西跟我一起背过去。唉，失业以来，我靠改了 game 自我麻痹，是我不想努力吗？我什么机会都尝试了。靠，隔壁干什么那么吵？宝宝好好表现。小伙子，阿姨有那么好吗？侦测到觉醒内测玩家条件达成。我只是开了一枪就觉醒了。区区人类也敢占姐姐的便宜？这是什么东西啊？滚！妈的，这怎么离谱啊！哎，朋友，见鬼见呼吸给各位朋友。检测到速度流线能力爆棚，成为超神玩家，系统奖励概念值能力。那么强吗？快来！是否激活？啊？激活？愚蠢的人类，现在去死吧！救命啊！激活成功，请在下列初始形态中选择一项能力绑定这灵魂，此选项不可更改。太棒了！难道激活成功了？初始技能持续强化，可晋级为神级概念能力。最佳选项为灵界最强技能。选项一，小强精神，受致命伤害后，宿主可以顽强撑过1分钟。这可能代表着不死之身。选项二，大份外卖，速度下单后总能得到最大份的食物。我都快没命了，还吃什么饭？断头饭吗？选项三，超级美妆术，获得优秀化妆技能，抚尸也能美艳迷人。哇哦，这是什么鬼啊？我是底边，消耗精神里建立特殊关系，使用恰当，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会口嗨有什么了不起的？这都什么跟什么？生死关头，必须冷静。等等，仔细想想，第5项难道是言出法随？我选第5项。恭喜宿主选择成功，技能最终形态为言出法随。我操，答对了！还不死？你到底是什么人？大爷的，锁我后我说不出话呀！好大的胆子！我是你爹！技能发动成功。我真他妈要命！八哥也不好当，后来2次命都没了。什么意思啊？把我当成什么了？给我钱？觉得我会要这种施舍？这不是羞辱人是什么？系统，内测玩家要做什么？灵界有灵。内测不打开灵界世界。这是怎么回事？玩家目前所处世界为思想空间。世界开始后，玩家可观测真实世界一切。这才是世界真正的样子，和鬼一样。什么？竟然能观测到我？真讨厌，洗个澡都被打扰。滚！操！地震了！刚才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菜鸟，世界能让你看到真相，也会暴露你的位置。刚才谢了。在灵界强者为尊，你必须尽快提升实力，多使用你的技能提升技能等级，否则哪天被人玩死都不知道。你还要钻回去啊？本王可不会做这么失格的事。南奴，乖乖照顾好自己，等我下次，我再来暖暖场上。真的怎么了？喂，小眉眼，贱人，说谁呢？你才是奴！有种回来！有种回来！咱们单挑，我让你喊爸爸。1个多月的探索，我终于对灵界有所了解。普通人就算看见异常，记忆也很快会被抹除。灵界并不是个简单的游戏，确切来说，它是由无数个真实存在的世界组合而成。人类世界只是其中之一，巨兽是最常见的 BOSS， 但绝不是最可怕的。最危险的是其他玩家不怀好意的窥探和掠过。这段时间，我把技能丢给了拖欠工资的老板。爹，公司都是您的。地铁耍流氓的老头。爹，我错了。电梯抽烟的邻居。随意丢垃圾的路人。爹，
我错了。你小子怎么做的？整街的人都认你当爹，别给我搞传销诈骗啊！不太好解释，你要不也试试？果不其然，我被整条街的人嫉恨，只好换了住处。可是那句话已经成了我的口头禅。除了频繁使用技能提升技能等级外，我开始锻炼身体，进一步掌控现实，提升保命能力，并认识了活泼开朗的女邻居林夕。终于，我在参加副本任务前提升了自己的技能。这个副本名为邪神祭祀，玩家分为2大阵营，阻止邪神阵营的掌握技能夺库之光，反之掌握吞噬之力，而我站在了阻止阵营。黑店啊，老子打探个消息就要1000灵币，敲诈呀！我还不如找几个野怪，为什么杀我？哼，没听说任务介绍吧？你猜我是哪个阵营？还有个美女。坏了，被发现了，快跑！好像没路了。协助阵营就是爽，能杀人吞噬获得对方的能力。我队友马上就到了，你不要过来！吓唬我呢，束手就擒吧。走。什么？你做了什么？流氓臭混蛋！可恶，竟然是催眠技能！这技能老子要定了！站住！完蛋了！跑啊，小美人儿，怎么不跑了？离他远点儿！小子，游戏才刚开始，这么着急去死吗？竟然是周烈！那个屠夫可是大名鼎鼎的 A 级玩家，手上不知感染了多少玩家的性命。这种杀戮型的任务，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咱们快走，离这越远越好。他也是玩家，乖乖等着我来收拾你们！麻溜的，给我站住！你说站住就站住，你当自己是天王老子？我的腿怎么动不了了？让他动不了，我们快走！不用走，我是他爹，他马上就得给我跪下。你说什么？造反天罡子，老子撕了你！过来吧，儿子。你找死！儿子，是你爹，给我跪下磕头。爹，您死了那么久，我好想你呀！你才死！爹，我错了，你原谅我，让我保护你吧！赶紧滚！怎么办到的？好强，还是对啊！顾明，这是陈烨，我表侄 ，S 级觉醒者，超级厉害的。这是顾明，我邻居，经常一起夜跑。小姑什么时候多了这个邻居？还一起夜跑？啊，这小子看向我小姑的眼神，他究竟想干嘛？他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对劲啊。玩家的技能有很多种，时间、空间、自然元素系。你的技能是概念系，这一系在系统评价里很强，但实际使用很鸡肋，没有一个概念系玩家能活过一系初期。或许吧。你音响哪儿买的？音效管我那么多！告诉你，但你的敌人人数多实力强，你就得凉凉。给我好好说话，别欺负我朋友。想疼啊！道歉，以后不能这么没礼貌，听到没？我道歉，他不一定感应啊。要不算了。就知道死要面子。这家店怎么连个二维码都没有？灵界里哪来的二维码？只能用这个交易啊！那别找了，找什么找？还差10块。对了，灵币是游戏内的通用货币，拿错钱的话，对方可能会被激怒，变成巨魔或者诡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我已经打听到邪神祭祀的关键道具污秽之心就在和平医院的院长身上，咱们得走快点。感觉有点恐怖啊。那我们必须赶在协助阵营之前拿到污秽之心。待会儿进入医院，如果遇到协助阵营的人，一定要记住，我会小心的。一定要狠狠扁他们。小顾，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还是小心点。灵界里有一条铁律，那就是强者制定规则，而我就是那个强者。这家伙装逼真是一把好手。跟紧我，完成任务像喝水一样简单。又来人了，得，又进来3个送死的。这次任务对组织阵营一点都不友好，已经死了几十名玩家了。好冷。诡异而已，都是经验值。那都宰了，咱们刷波经验。不急，看看这些诡异能搞出什么鬼名堂。想要见院长，必须先回答我的问题。谁先来？没人上，那我来。嘿嘿，你说来医院治病，先交医药费还是先治病啊？当然是先交医药费了。回答错误。怎么可能？这个答案也错了，可是一共就2个选项啊，难道还有其他答案？这个答案很简单吧？当然是把红包塞到他手里。哼，怎么可能是这么白痴的答案？用脚趾头想也是不可能啊！不要，又答错了。哼，等一下，我有话说。哼，不，我只是想告诉你答案。哦，说来听听。答案就是塞红包。恭喜你，你答对了。那么就快给我吧。哼，想得美！你敢抓我，找死！就你还想杀？你大可试试，我赌你连我一招都接不住。去死吧！哼！哼，杀你不还是轻轻松松？哇，大哥太帅了吧！一招秒杀！帅什么帅？你杀了他，谁带我们去见院长？你到底有没有脑子？我好像完蛋了，小顾这么快走？那是什么？你都别想跑！伤我的人，我让你们有来无回，一个都别想跑！完了，我们死定了！都让一下，现在轮到我装逼了。我靠！系统提示：您已被选作为手术对象，等待处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怎么回事？是群体规则锁定。那些玩家都是他标记的目标，不愧是梦魇级别的诡异。不对劲儿，快跑！已经上台的病人是不允许中途离场的。死护之光，快！别允许你们上次缝合我的缺口！大哥，要完成了，新鲜的血液是邪神最好的祭品。成功了！这里不对劲，别傻愣着了，我们快走！不行，你们先走，我被标记了，动不了。你们都走不了。你们快走啊！小顾，我们快走！等等，不明！快跟上！说我自己，我是你爹，凭什么配合？到人头还嘴硬，能力失效，要死！手术目标解除。爹，真是您老人家呀！儿子错了，儿子怎么会把您老人家列入手术对象？我老吗？行了，我看你两眼空空，脑袋还被人打爆了，怎么那么惨？老爹，院长要化身邪神，让我们找人剥皮削骨来祭祀，我完不成业绩就被他给打了。老爹，您回来了就得给我做主啊！刚才那一下起效明显慢了，系统怎么回事？当前技能延迟15秒。15秒，院长鬼的能力应该更恐怖，15秒够我死好多次了。别哭了，
我会去收拾那个老东西，只不过并非协助这一个人，与我待在一起会被发现。那我走。走吧。您都保重。先找到陈烨他们，扎在玩家堆苟住15秒以上，还有翻盘的机会。落单的小绵羊，准备好成为邪神大人的祭品了吗？去哪儿啊？现在技能不能用，延迟太久了，等到生效了我早死了。想想现在谁能帮我逆转局面？儿子，死到临头还想占便宜，等下辈子吧。儿子，你还不快点来救你爹！我爹！爹！他怎么可能生出这么老的儿子？一定是我们听错了，他是要杀了他。你看，你要干嘛？谋杀亲爹啊！爹，你还活着呀？我还以为你死了。我把你做成鬼，我们就能永远不分开了。你们当鬼的真变态，真是他爹啊！但外科主任是我们阵营的，我们不会有事吧？他都杀了另一只鬼了，你觉得还会在一起条人命吗？不是有规则吗？临界规则对这些鬼的束缚越来越弱了，现在怎么办？爹，我们是同一阵营的。你还不明白？乱套，现在是个人战了。是你要动我爹，主任，我错了，求您饶命啊！完了，饶命！不好，快跑！等等，我还有问题要问。这里应该就安全了。有没有看到个拿大刀扛音响的？去了院长办公室。那么勇吗？爹，这次我还是贴身保护你吧。哎呀，差点死了，还好有复活卡。祭品已经足够，只需等待子时，邪神便能降临。这一刻我等太久了，成功就在眼前。机会来了。成功了，快走！是谁？是谁偷走了我的心？可恶的贼，竟敢亵渎神明！小郭，来不及了！你们快跑！快起来，挡住！时间了，要被追上。胖子他拿命去争取的机会，已经无路可退了。小郭，我们不能输，必须要赢。他们来了。是，把心交出来！再熬5分钟，过了子时，没有污秽之心，邪神就无法降临，我们就成功了。秦想，无名，没事就好。那是院长的污秽之心，怎么会在这里？还得是你啊，这么快就得手了。那我们的任务就成功一半了。居然和邪神阵营的诡异混在一起，顾明，你阵营了？别紧了，他现在跟咱们有，我费了功夫才把他拉过来。咱们要是打起来，岂不是更糟？我会信你，诡异都是不可信的。再不靠近，一刀劈了你这个叛徒！卑鄙的贼，一个都逃不掉！别过来，再靠近，我就毁了他！你敢！别动，不能毁！没死。好你命硬，那污秽之心积蓄的能量太大，一旦破损，首先被吞噬的就是我们。到那时，不但任务失败，我们也都得死。那岂不是没办法了？奇怪，任务介绍只说明污秽之心是祭祀的关键，并没有提到不能损坏。这胖子哪来的消息？我有临时托管，可以暂时封存关键道具，隔绝邪神的感知。你还有这天赋？只要托管成功，
祭祀就能中断，别犹豫了，我才是这场任务的关键。你找死！陈烨，别信他。胖子救了我，却和鬼在一起，信你才有鬼。胖子，完了，谢了，小哥。好像不大对。院长大人，子时已到，请您召唤邪神。不，你拼命救我，怎么会是邪主阵营的？如果不是我冒死救你，你怎么会相信我？狗胖子，我他妈信你，你敢骗我！狗胖子，我他妈信你，你敢骗我！看我不把你剁成臊子！院长，救我！蝼蚁！陈烨，区区蝼蚁也敢在神前动刀？快拦住那东西！该死，居然躲开了！混账东西，你竟敢背叛我！那个鬼灭怎么帮着顾明？小郭，我错怪他，我们还能赢。现在到你上手术台。太牛了，院长都被他的规则控制了。这样下去还是有赢的希望。别忘了，你们的能力都是我给的。爹，快跑！真是辛苦你们了，无悔之心我收下了。糟了，邪神降临了。你们好啊，本尊回来了。我们失败了，阵营任务探查失败，永久关注玩家寿元50年，将扣除玩家数值。把寿元交给我吧。这是小郭，你的头发惩罚来了。完了，这不是直接把人消废了？真可恶，释放技能都费劲。小郭，我的力量不够攀爬。你不会有事的，等我想想，一定有解决的办法。我是你爹，老子命令你停下！我是你爹，技能发动，所有难度取上。这人类竟敢亵渎神明，可敢再说一遍，本尊要将你挫骨扬灰！还没判定生效吗？没办法，只能拼了！我是你爹，你敢弑父不成？你这逆子！小郭，我是不是眼花了？爹，我错了，我这就把生命精华还回去。什么情况？邪神大人怎么喊他当爹啊？爹，我不会让您任务失败的。儿子能再见您这一面，已经心满意足。您要保重。不，我应该这样。认输吧，死胖子！不是这样，明明完成了，我不服，再给我一次机会。系统重新判定，阻止阵营任务成功。依照系统权限，失败者将被抹杀。等等，爹，你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见面啊！还真厉害，到处认儿子。这次多亏你，结束后来我家一趟。好。玩家通关任务即将回归，倒计时结束。灵界开启，人们短暂看到世界真相后被抹除记忆，失业靠旮旯给目送麻痹的我，却意外觉醒了记忆，同时也看到了世界真实的样子。我选择探索世界的真相，并认识了林夕和陈烨，参加了这次副本任务，打败邪神，拿到污秽之心。在任务过程中发现同行的胖子是内鬼。我来了！S 级道具库别考，就这么浪费了，你可是我的一条命啊！不信，用他来跟我邪神，得罪我的人，通通都得死！贫苦的时代来了！功力宿主炎并加持，晋升为炎助万物，技能直接提升，发了！不困了，这奖励给我整失眠了。下一次不一定运气那么好。传闻中，人类为了对抗灵界，成立了非正常事务管理局，其中能人无数，
据说那里隐居着真正的大佬天影，他可推演万物走向，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只有找到他，才有可能知道生存下去的办法。可茫茫人海，又该从何找起？既然失眠，那正好陪我，小男奴。怎么，还搬家了？真让我好找啊！小姑，咱们能活过那个副本，得好好感谢你的邻居。你觉不觉得他应该喜欢你？你瞎说什么？我们都是一个阵营里的，互相照应而已。要不然，把他约家里坐坐。你敢？到时候打扮漂亮的，如果他对你有不轨之心的话，那说明他心术不正。那说明小姑有戏呀。一个不惧危险，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的人才能保护好你。关键是他的腿是真粗。晚上有空吗？我小姑喜欢猫山王，买2个回来尝尝。好。要死啊！你不用管他，龙来就好。空手去也不好。猫山王榴莲是吧？也太贵了吧！陈烨，我看你长得像个猫山王。研究万物，陈烨长得像猫山头。猫山王价格也太贵了，如果能跟金枕一个价格就好。暂时修改中。研究万物这么玩啊？那就是说还可以更便宜。你不知道他生活拮据吗？为什么非要让他买猫山王？就得让穷人花钱，这才是诚意。陈烨，你的脸啊！这次闹，我操！哎，今天价格好便宜啊！一个猫山王才花了12块钱，如今我可以影响物理现实，但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等一下，好久不见，你为什么过来？啥意思啊？绝对不是针对你，你上次离开后我就想通了，人没法有2个妈，可没说不能有2个爹。你想通就好。爹，偷偷告诉你，这里附近是治安局，还有个名字——非正常事务管理局。待会儿老大过来找你。非正常事务？难道跟灵界的玩家有关？顾名，灵界玩家，概念型能力，强制当爹。夫君，他真是我爹。看到没？这便是人证。你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不，最主要的是评估判断，这将决定你是否有资格继续活着。局长，你把目的说出来了喂！奇怪，我为什么会顺着他的话回答？说说吧，为什么灵界的 BOSS 可以进入到现实世界？我绝对不会告诉你。远古至今，灵界侵华不断，规则之一中的弱化，为保护现实世界，管理其无数权力残死。如今青黄不接，人才凋零，继续下去的话，恐怕更多 BOSS 会抵达现实，到时便是这世界覆灭之日。远古至今，但为何灵界还有内测玩家？笑话，内测玩家那是传说中的存在，除非系统错了。卡穗，你对我干了什么？信不信我可以轻松捏死你？哼！明明是你上班走神，现在问我？哼！小子，看我怎么搞你！我就随口一说，那么大火气干嘛？去，他涉嫌操控市场，把证人找来，让他们当面对质，看这个人还怎么狡辩。哼，等着吧，待会儿有你好果子吃的。有证人作证，看你还怎么说。大哥，有没有搞错？闭嘴！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准再说话。副局长，人带来了。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现在你只需回答，是否有人控制你更改水果价格？我觉得得让大家吃得起榴莲，所以我是心甘情愿的。嫌疑人可以更改他人思想，你这种人要么被牢牢控制，要么就该提前抹除。这个人现在想杀了我，如果放任你成长，将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什么？副局长居然是这样的人？副局长，没有证词，该放人了吧？身为局长，不该做卑鄙之事。放。是。快点啊！急什么？赶着去投胎啊！甩什么？啊！发生了什么？是手铐钥匙。该你了。你，我知道你的能力。
别想说话。是协助阵营的卧底，他不应该被系统抹杀吗？住手！这里是管理局，不是你可以随便撒野的地方。超市老板已经遇害，说你到底是谁？为什么冒充超市老板？好久不见，我可是通缉令上的常客，你忘了吗？你是那个常年上榜通缉令的荣烨。怎么样，想起我了吗？还没想起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回忆回忆。快逃！他可是超 S 级玩家，通缉榜前10的凶神啊！副本中他瞒天过海，带走乌龟之心，这一次又骗过了管理局。你竟敢出现在这里，难道不怕我们把你抓起来吗？你还以为这里是曾经的管理局吗？现在的你们能拿我如何？你怎么敢这么狂妄？当真不怕我们吗？多少年了，我那些亲朋好友被管理局清洗杀掉，那你还敢来送死？管理局即便辉煌不再，诛杀你还是绰绰有余，不费吹灰之力。呵呵，那你就看看我给这个世界准备的一份大礼！红影，别走！救命啊！什么情况？除了媚眼，又一个灵界 BOSS 进到现实世界了。我制度你！现实世界进一步崩塌了吗？不，我不允许！邪神，这里是管理局，不是你嚣张跋扈的地方。吃我一剑！副局长，我们来了！我一日起，这小被改造为乐园！哈哈哈哈哈！救命啊！师傅救救我们！快跑啊！怎么会这样？人类真的没有救了吗？我们还有希望吗？希望？你们不配，都臣服在我的统治下吧，人类。接下来轮到你这个小童子了。管理局就这些底蕴了吗？我还说不了话，能力根本用不了。结束了，凡人，这一刀，还你当日对本尊的羞辱。真的要交代在这里吗？不可怜兮兮的小男奴，太好了，是小媚奴。最后还是得靠我。你那个邻居时运不济，被那个邪神一刀劈死了。你不是很厉害吗？你确定你没看错吗？他的短板很大，我看是被人针对了，就等着看他死。咱们能从副本里活下来，还是多亏了他。能为他做些什么吗？邪神降临，如果继续躲藏，整个城市都会被毁。红明都死了，他那么厉害都死了，你还能做些什么吗？身为 S 级玩家，我有一刀，喂，可斩乾坤。那一刀我会很帅，我会成为所有人的大英雄。我的头！哎呀，不活了！陈烨，连个渣都不剩，都是只会耍嘴皮子的家伙，也不过如此。堂堂邪神就这点出息？你是谁？欺负我的男奴，你也配？你是什么垃圾货色？还好他及时赶到，没有小媚奴的传送能力，要不然我就死定了。他竟然没死，你到底是谁？垃圾不配知道我的名字。这群邪神还没解决，怎么又冒出来一个更危险的？这怎么办？如果不是奴家及时赶到，你又要死翘翘了，小男奴。竟然敢小瞧我！这是邪神在内斗。你说长夜寂寞，奴家再去找谁？能让我欣赏的人并不多，你算一个。不如签下契约，永久为盟。整个灵界没人敢欺负你啊！没搞错吧？玩家怎么能被 BOSS 契约？不签不签，打死我不签！还挺去，但玩家并没有什么高贵之处。他能听到我的心声。放肆！你们两个当本尊不存在吗？好强！喂，
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庇护他们这些卑微的蝼蚁？还不退下！是，会死的。不签，那我可就不。红包可都得让。喂，你听见了吗？一个人受点委屈，能换无数条命啊！能不能有点良心？怎么想通了？少来道德绑架我！哇，真棒啊，还挺有骨气。机会来了，看我偷袭！捉到你了，你想斗吗？咦，这黑色触手好恶心。无聊，什么烂把戏都拿得出来，看本女王怎么收了你！不可能！你这是我的附体形态，还妹的，快放开我！我可是双位4级玩家。本来是想留你一条命的，可你刚刚的偷袭实在太没有礼貌了，竟然选择停止。没被烧死。太可怕了！快跑啊！不，我愿意臣服，只要您不杀我，你想怎样都行。我给你当奴仆。滚开！你不配，你太丑了，看着就恶心。去死吧！怎么回事？居然还不死，有点意思，竟还在尝试凝聚。凡人真难杀。我错了，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我吧。现在求饶晚了。在本王面前耍把戏，找死！真以为本王收拾不了你了？灰飞烟灭吧！哇，这个女人好恐怖，好溜！那家伙偷偷摸摸的，好像更丑。我操！谁把我搞这儿来了？是我。那什么，我路过的，还以为是个诡异，没想到还有长成这样的人。你太丑了，一并砍了吧。我丑，他呢？手铐给我解开！你个死榴莲，睁大眼睛仔细看看，到底谁丑？我专门跑过来救你，你还骂我丑？你谁啊？我认识你吗？你不认识我，你给我下来，看我不打死你！好啊，谁怕谁？手铐给我解开！你的能力恢复了。哎，死胖子死了，他的能力就消失了，我的炎柱现世又能用了。你完蛋了，一定会让你哭着对我喊爸爸的。那我会在你能力起效前，让你人头落地。爸爸，嘿嘿嘿，没想到吧？我的能力已经升级，无需等待时间，直接起效。活不下去了呀，人类完蛋了！大惊小怪啊，操蛋了！检测到特殊场景，现实边界被打破，数据采样完成。恭喜玩家加入程序毁灭日，本副本不可退出。强制副本，这他妈游戏入侵成功了！请选择任务条件。完蛋啊！难度差别悬殊，不是逼着玩家加入诡异阵营吗？臣服阵营999人，拯救阵营9人，请玩家做出选择。真他妈狗，这还怎么玩？我本不想做英雄，但现在，什么意思啊？系统任务没听到吗？看你模样像诡异入侵，跟我回去接受调查。我老实点。不是，你有病吧？那人语气很像陈烨。算了，管不了那么多了。放心，我可以带你离开。系统可以惩罚玩家，但惩罚不到我的宠物。顾明，你要怎么选？外卖超市别投诉，只有杀了买家才能零差评。这是什么 cosplay 吗？吞噬验收不通过。还贷吃药加班，还贷我忍不了。快跑！别推我！不是说记忆会被覆盖，现实遭遇的毁坏都可以恢复吗？你身后的管理局部也没被恢复。
灵界正在融入现实。顾明，你没受伤吧？我没事。怎么办？外面全乱了。小家伙，你身边的女人倒是一个比一个主动，越是这样，奴家就越想收下你自己享用。该死，把手拿开！不许你欺负我朋友！小丫头，你在威胁我吗？我竟然动不了。好白嫩的皮肤，香美腻人，看起来十分可口。它的味道很干净，没被污染过。你要不要尝尝？变态！顾明才不是这样的人。够了！不许伤害我朋友！最喜欢香腻腻的女人。男人真善变，为了他都开始吼我。不过嘛，香香的女人比不上京城的男人味儿。快跑啊！请各位保持冷静，大家别害怕，我们会救大家的。救？这种灾难级副本怎么救？灵界就像饥饿的孩子，想吃掉你们，没机会反抗吧？快跑！快跑！让我试试这招。不，中了空气弹。全助万物，空气弹。谢谢你。你救一个人，不可能救所有人。就算你能救所有人，也只能改变得了一时，只是时间撑得久一些。但做我的宠物，你能一辈子活得滋润。请玩家选择。我宁可站着死，不愿意跪着活。你们快看，交给我！其实我也很害怕，一旦接触，就突然没什么可害怕了。别过来呀！不要命了！大家还是对我的实力一无所知。接下来就请我献上华丽的表演，开箱！炎诸万物，地狱锁链，贯穿。好帅呀！我刚才帅不？帅爆了！不过，当我们看见一只下水道鬼的时候，就意味着还有一群下水道鬼。怎么办？太多了！跪下！给我烧！这能力也太牛了！果然，炎诸万物很强，但对精神力的消耗也比较大。没事吧？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你能看到倒计时吗？还有11个小时，这么点时间让我们阻止灾难，分明是想让我们去死。如果玩家不能撤离，那不如组织起来，让城市里的居民撤离。系统区域一旦锁死，谁都逃不掉的，只有抵抗和投降两条路。欧想变成诡异的奴仆，只要活着，我做不到。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尊严？我走了，但你比其他人多一个机会，你随时可以反悔，跟我签下契约。我知道了。不过你不能走，还要帮我找一个人。你又对我用规则之力，你找死！我欠你一个人情。说吧，谁？天意，他是一位特别神秘3S 级玩家。不仅能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而且他做出的结论都会应验。没有人见过他出手，但天眼的强大毋庸置疑。人类的社会果真离不开包装。既然他这么厉害，看看为什么管理局烂得像一坨屎？精准吐槽啊！先生醒了，终局要来了，逆转天命的人正在外面等候。此人可抵御灵界，拯救人类，可为管理局新任领袖。还有什么特征？你出去自然能知道。好的，局长。好有趣的障眼法，竟然将门藏在这里。说好契约，接下来的路就要看你自己了。你要走了？想签订契约了，记得找我。
走的倒是干脆。你就是先生在等的人，请进。这么顺利？可能我比较帅。你们来了。您真的在等我？星辰轨迹告诉我的，你选择了拯救阵营，很好。天野先生，城市四处都是诡异，系统只给不到12小时，我们怎么办？这次灵界与现实彻底融合，常规手段已无法阻止。那您有什么解决办法？办法不在我，而在你。您这话说的像是江湖术士瞎忽悠人。呵呵，我的天赋是借贷。贷款吗？我借贷时间，去未来提前看到了结果。我已经准备了礼物可以帮你。这是什么？是投降？开什么玩笑？过去的战友白死了吗？啊！家人走时，生死为痴。我坐在这里是在等一个希望，不是投降。都冷静，严先生正在医疗区休养，等他。SS 级轨道师程无度，等他醒过来，城市早就毁灭。程先生，这里是管理局内部会议，请你。管理局，哼，看看外面成什么样子，危机当前，还在这里讲什么规矩？别天真了。你算哪根葱？凭什么闯进来？就凭我能掌控诡异，而你们不，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什么？我们眼皮子底下居然有诡异？可笑不可笑？堂堂副局长主持的内部会议，你已经投靠诡异阵营了？愚蠢！系统只说臣服诡异阵营，又没说一定要当狗。我可以让诡异臣服于我。现在谁还有意见？可你刚才说要向诡异臣服。我说的是臣服，但掌控是假意投降。可是严先生还没……等他醒过来，你我早死了。现在想活命的站右边去。唉，副局长，那我要等严先生的指示。随你。不过从现在起，管理局由我接管。现在开始封锁医疗区，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出。可是程先生，严先生还在医疗区。正因为他还在昏迷，才不能让人打扰。而且代表局长身份的信仰之证还在他那里，竟还敢觊觎信仰之证！跟我去医疗区，是时候拿回属于局长的东西了。程无度。系统提示：获得信仰之证3S 级唯一。哇，唯一！老爷子，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你需要帮手，这是管理局的局长之戒，有了它，你就有帮手了。啊，我局长？哇，我怎么感觉像在做梦一样？顾明，你不会是天野大人的私生子吧？别瞎说，我今天刚被请到局里喝茶。哎呀，当局长了，高兴点吧。压力大呀。啊，对了，陈烨呢？不是，有没有人啊？至少来个人招待一下吧。老先生，另一个可以帮我的东西呢？信仰之证是第二个礼物，第一个礼物我已经给你了。啊？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什么时候收过你的另一个礼物啊？你到时候就会知道了。老头子死了？咱们刚进来他就……怎么会？麻烦两位让一下。先生，走了，确认死我。啊！别这样啊，老爷子！就在前面。老爷子！当我从天野手中拿到信仰之证，便能无限驾驭诡异。到时候，整个灵界还不是我说了算？不是你谁啊？你这人怎么回事？嘘，别说话，老实待着。那程无度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人物，你现在上去就是自讨苦吃。对了，你怎么会在这儿？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严老，我们谈谈关于信仰之证的事。先生，严老先生刚刚离世了，心电监护已经呈直线，请节哀。死了？哼，老东西，关键时刻掉链子，在哪里？东西在哪儿？老东西，把证物放哪里了？喂，告诉我，信仰之证呢？你和这老东西相处了这么久，他身上的东西呢？是不是被你们拿走了？我警告你，不拿出来的后果，你不会想知道的。
欺负女孩子算什么？你是要找这个吗？小子，不是你该碰的东西，拿过来给我。拒绝，这是天眼给我的。这么说，最后跟天眼独处交谈的人就是你小子，把东西交出来，否则只要我一句话，所有人都会认定是你害死了他。你敢！你这是赤裸裸的栽赃陷害，你太恶毒了！给我滚开！林夕，你没事吧？意思很简单，这小子鬼鬼祟祟跟进来就是在谋财害命。今天我只需要一句话，就能让所有人都认定你是为了谋财才害死天眼的凶手。你要么乖乖认下这个罪名，要么把信仰之证交给我。什么鬼？来人，放此所有出口！我以管理局局长的身份命令你交出信仰之证，接受调查。城市沦陷，人们等着营救。你要当局长和我没关系，但现在，请你把路让开。管理局是人族最后一道防线，多少玩家心目中圣地一般的存在。现在人们正等着救援，把路让开。哼，弱者就淘汰就好。这便是你们的新局长吗？还真是让人开眼。我们需要一个人代理管理局拯救大家。是吗？可天眼大人说过，这场灾难，顾明解决得很好，信仰之证，他受之无愧。副本通关，顾明能力升级，岩柱万物可修改现实。然而危机四伏，胖子召唤邪神，打破灵界与现实边界。强制副本城市毁灭日开启，诡异肆虐，成无度图谋管理局众人陷入生死抉择。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信仰之证，他受之无愧。天眼大人能预知未来答案，他真这么说？不仅如此，他临终前还说要把管理局托付给顾明。托付？不信的话，你调监控。没错，管理局是老爷子交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我马上。天眼大人说，门外之人可担任管理局领袖。我开门时就看到了他。啊？这么说，顾明是天眼大人钦点的局长，那……只要你们都死了，局长就还得是我。杀了他们，一个不留！都给我站住！严重现实，任务。你动弹不得，不可能！你对我做了什么？锁链。终极锁链。谢了，投降吧，你逃不出去。笑，小子，我真想求了你，但想要赢我没那么容易。他底牌绝不止这一点，大家小心！小心！黄河之水天上来！灵魂置换术，不对劲！成功了！我这是怎么了？顾明，杀了他！到你了，程无度！你简直就是人类的蛀虫，不一致对外，想的都是个人的私欲，硬生生让全人类最后的宝贵时间浪费在你这种渣子身上，该死！快动手！顾明不是林夕。别被他骗了，鬼道师手段多得很，快杀了他！你到底是谁？我真是林夕，我们约好一起聚餐。没错，这件事只有我和林夕知道。林夕呢？林夕去哪里了？啊，没注意，不见了，竟然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灵魂互换。你还好吗？放松，别紧张。现在怎么办？走。
逃避，抓我来不审，你没有拦着，管理局是不是跟我有仇？哎，陈烨，你谁啊？怎么会认识我？你敢私自外逃，打伤公职人员？他是我朋友，不愧是天眼大人选中的人，朋友都那么优质。怎么一段时间不见，那个副局长变了副嘴脸？你也让他认爹了？去你的！你刚才有没有看到林夕？我靠！你是不知道，小姑她见面就给了我一脚，可疼死我了。因为我才是林夕。切，恶作剧我知道，我才不会上这种当。我小姑变成男的我都认得。你真的是我小姑，好作乱啊！我的小姑变性了。我用岩柱万物把你们的身体重新捏一遍吧。副局长脸还是那么帅。不过小姑的资本好像也没那么夸张，你这家伙是不是偷偷下猛药了？要死了你！疼啊！小姑错了，你等着，先不罚你，我还有事。怎么了？还有哪儿不对吗？我现在的性别还没打过来。啊！我操！小姑变小叔了。来。局长，请指示。局长，您临危受命，有什么事直接吩咐。我没听错吧？小姑父那么牛了吗？小叔，赶紧把性别改过来，这大腿可得报警了。陈烨，什么时候还开玩笑？锁链，杀死那只鬼！岩柱万物，将解锁链。谢谢救命！这是实时画面，诡异被当场击杀，监控中没有其他玩家。难道局长您隔着中控出手了？好，没错，正是我做的。局长太牛逼！不愧是概念级能力。先前在审讯室中，他如果真想对我动手的话，估计我现在脑子都得搬家了。哇！现在我可以确定，得益于信仰之证，我精神力大幅提升，让岩柱万物不再受空间和画面影响。不过还差那么多经验，才能提升到岩出法随。能到岩出法随，才是真正掌握了赢的希望。局长，全市监控，有80%以上区域信号丢失，我们应该先从什么地方发动救援？把还有信号的画面依次切出，放大。救命！好，就这个。看见没？帝王蟹，刚从超市冷柜里拿的。这玩意儿以前我可舍不得买，所以说，早点认清现实，就要选臣服阵营。那些选拯救的傻子，现在指不定在哪个角落被诡异撕碎呢。我刚在楼下救了一个小妞，她居然骂我是人类的叛徒。救城市，救人类，笑死！系统都给3S 级难度了，明摆着告诉你该跪。没错，快跑！好吧，等时间一到，还不是得死？活得爽才是王道。神渣！外面每一秒都在死人，他们在干什么？关键，他俩还不是个例。我们之前尝试过广播动员，但收效甚微，系统给的难度差太悬殊。活下去的本能压过了荣誉感，这就是人性。那就别改了，让他们没得选，强制他们加入拯救阵营。哦！所有灵界玩家请注意，这里是管理局，现在更新一条新副本规则。那玩意儿不是被你砸坏了吗？现在起见鬼了，个新的一啊！所有玩家必须击杀3名诡异，
否则后果自负。我呸！还更新副本规则，大爷我一泡尿自行你！天天，这什么中二台词？他还真把自己当神了？老子就不杀，他能把我怎么着？还能隔空弄死我？他算个屁！玩家只能选不能改，这是铁律。老子就不按你的规矩来，顾明，有本事你弄死我呀！我还从未见过如此要求，那便满足你。老高，真的会死人！哇，太可怕了！快杀，不杀就会死啊！灵界的规则真的被他改了，顾明没骗人。快跑！快跑！没有补一攻击，快跑！快怎么杀？太可怕了，不杀就会死！救命！谁救救我？我不想死！顾明，你竟然用这种手段逼所有人就范，混蛋，无耻！哇！谢谢。就是行，好，很好，顾明，你逼我的。系统通知：全服公告，当前证明人数已更新，全服证明131人，拯救证明868人。玩家都开始行动了。局长，你快看，果不真的奏效了。局长，进度条增长了，指令有效，全程响应。我爹在，我们就有活路。爹，我爱你啊！爹，您不光是他的爹，也是我爹啊！以后您说往东，我绝不往西。学长爹，我们都跟着你。我这年纪可没那么多儿子。哦，那我也喊你爹。这陈爷不想活了！小叔救我！他耳朵要被你揪掉了！胡乱认爹，你是不是故意的？想让我当你小妈不成？你说什么？我没听清，再给我说一遍。糟了，他跟爹听到了，他什么都没听到，一定是这样。顾明，别光在这里耗着了，什么时候我们也出去，跟那些诡异好好干一架，杀他个痛快！我等不及了。爹，等等。听得见的所有市民，你们手中会拥有一把枪，你们会懂得如何射击。为了家人，为了拯救这个世界，拿起枪，站起来！我们绝不低头。臭他娘的鸟人，毁了我们的家，害我们人心惶惶！老子跟你们拼了，吃老子枪子去吧！果然，即便有信仰之证，也不能大规模使用岩柱万物。得先休息一会儿。还剩9个小时，怎么警察停掉了？怎么回事？检测出大量高阶诡异，快速朝管理区移动。怎么办，局长爹？太多了，至少20只梦魇级。抓紧布防，哪怕全员战死，咱们也不能让他踏进中控厅一步。大家撤退。什么？爹，活爹啊！您这是做什么呀？管理局沦陷还可以重建，诡异再多也不可能12小时内摧毁城市。副本一定还有别的解法。那局长，您说吧，我们应该怎么做？全员解散，活下去，救人，搜集信息。好啊，我早就等吐了，让我先去会会他们。你呢？我留下。那我陪你。好。规则宣告：杀我皆为债务，伤我者损寿，杀我者偿命，利息按我心情算。正好，我先给你们立个规矩。债务生成，攻击意图。被锁定了，动不了了。欠款30年寿命，现在清账。操，什么玩意儿？想从我这儿讨债，你也配？吃我一刀！老大，没了，快撤吧！这一刀怎么样？给你看爽了没有？很帅吧？垃圾！我又有新账，债务更新，伤害返还。什么？妈的，这规则太不要脸了！债务更新，还剩9刀。玩规则，我是玩不过你，但我有一个朋友，他比你更棒。哼，就你啊，让你见识见识我的能力，债务清零。还以为你多厉害。债务清零已完成。什么情况？我觉得你是讲道理的。
刚刚的一刀，不加倍还回来，你的心会慢慢腐烂。饶命啊！认输了。这就认输了？那就把债给我还回去。我返还那一刀。感觉好爽，爽啊！全部恢复了，恢复？真的恢复了？嘿嘿，怎么还想来？那就试试。有仇必报，有债必收。你有规则性能力，我也有，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哼，就你，给我跪下！认输了，这次真的认输了。我们的城市面临危机，我找你问点线索。我参与了城市毁灭方案。人类，你想用这种方法撬开我们老大的嘴？太天真了！老大可能玩家比你放的屁都多。老大，吃了他！有道理，有难也该一起扛。老大，暴君会吃了咱们宁死不屈，跟那个人类拼了！你在教我做事儿？不，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提醒你？你竟敢！喵的，暴君知道了不会放过你的。我现在就不会放过你！就你这个崽种也敢教我做事？这就把线索拿到了。没看错吧？明君级别的诡异都被小姑父策反了，我尼玛！做鬼要讲原则，人跟我来，今天这面子我必须给够。你有讲究，必须的。做人要有人格，做鬼要有鬼格。救我！你没事吧？大老牛啊，要不要吃烟？什么时候了还吃烟？看见我身后的小弟没？收你来了！我操！神剑，快跑！哇，这速度只能说牛啊！谁？有种窥视的感觉。在哪儿？快走吧！哇，这氛围真带劲！你小点声，周围都是鬼！快走！哎，怕什么？那是什么？这氛围真带劲！这玩意不会是活的吧？主人，核弹正在充能，我给这几个人类参观一下。时辰未到，你眼瞎吗？什么？核弹！主人，你看马上就好了。尼玛，科技鬼啊，啥都懂。我操，找对方向了。这几个人类你认识？他们的气息可不像投降者。不认识。他们想拯救城市，我就把他们带来了。凭空造物，蛊惑心神，你很厉害吗？我是你爹，投降吗？哼，稳了。我看你是活腻了。我是灾厄暴君，灵界至高的存在。你们想阻止城市毁灭，本君就当你们面发射核弹。我有一刀可斩乾坤，我靠天赋蓄力一辈子，就在这一刀。什么？来感受一下凡人的怒火吧！这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呀，小叶子，还藏了这一手。活下去，好好的啊！陈烨，我要你活下去，不许死！人助万物，不可逆转生命形态。不，给我凝出一滴血。媚眼契约，起！啊！陈烨，我还以为你真的死了。好了，本大爷没那么轻易挂掉。不过我的生命力不是已经烧干了吗？怎么还活着？小家伙，终于投降要做我的宠物了吗？
小家伙，终于投降要做我的宠物了吗？是的，不过契约的是他。啊，我？等等，我怎么就成宠物了？啊，小家伙，这人情债可是利滚利的，你欠我的可不止一次了。哎呀，好说好说。拯救城市进度50%，费这么大劲才50%，不对，是哪里出了问题啊？是气息不对劲。你们到底遇到了什么？怕什么啊？灾厄暴君已经被我砍了，不过为什么没有经验到者？暴君就凭你能一刀砍死他？没系统提示说明他根本没死，你们打掉的不过是他留在过去的影子罢了。我还当是谁？原来是你这个喜欢躲在时间后面玩把戏的老家伙。魏延，你也在这里？我怎么不能在这儿？这几个小家伙我罩着，堂堂灾厄用过去的影子欺负后辈，不嫌丢脸？你修行不易，我可以离开。把那个会用规则的人类叫出来。我看上的人，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要？何况他欠我的债还没还呢。你在找死？找死？你试试。真当我不怕了你这只躲在后面的小丑？放肆！这才对嘛，老家伙发火才有意思。看好了，这才是他真正的力量。他要来了。这座城，这个世界的人类都得死！我的主，不要啊！敌面，蔡荣欢！可恶，扛不住吗？他本就是无敌的存在，还在抽取力量，实力还在提升。姐姐，我们怎么办？人类现实世界会被直接磨除。可恶！岩柱万物不是言出法随，无法触碰到时间和生命法则。如果我也能借贷的话就好了。终结宗主击杀灾厄，岩柱万物晋升为言出法随。什么？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会提前获得奖励？能借贷时间的就天野一个人，这就是第一个礼物吗？准备好迎接你们的末日！都给我停下！什么？你怎么能左右我的法则？你喜欢利用规则，那就比一比，谁的规则更胜一筹。火龙会将你吞噬。他好强！就这。世界末日了，快跑！啊，那是什么？太恐怖了！没用的，你杀不死我。你现在能杀的只是100年以后的我。没错，他有100年的时间重新拯救自己，等同无敌。小心！崩力，崩力！什么？就算你伤我100次又能如何？时间站在我这边。100年挺长的，当然，这就是我无敌的。那我让你这100年作废，言出法随。我说，你那100年自救的机会现在全部无效。从这一刻起，没时间重来，受伤就是受伤，死就是死，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什么？我的时间，我感应不到未来了！你干了什么？顾明用规则把那家伙的复活币全删了，他没法独当了。懂了，意思就是现在揍他，他没法透支未来了。还等什么？干他！不应该！我的100年，我怎么能？暴君已死，城市拯救成功。借贷，我就说是你，老爷子，拯救这个世界的其实是你，是我们一起。我爹一句话，这建筑嗖就恢复了。我爹实在太牛了，那是我爹！闹什么闹？过去可能是我爹。爹，你约会成功了。少来，等你很久了。
处理了点事。累了吗？还行。倒是你在我朋友的身体里待得还舒服吗？程无度，你什么时候发现的？你靠近我3米时，我朋友从不这么矫情的说话。言出法随，寄生于此身的肮脏灵魂，给我滚出来！不能直接剥离灵魂。之前杀暴君的时候，顺便对灵魂法则也有了一点理解。现在把我朋友的身体还给他。我把身体还给他，别灭了我。算你识相，滚回你自己身体去。嘿。哇，顾明，我回来了，谢谢你，顾明。程无度争夺信仰之政，并与灵犀交换灵魂。顾明担任新的局长，但更大的危险悄然而至，终极灾厄暴君现身，主角团们齐心协力，成功消灭真暴君，真正的灵犀成功归位。重建后的城市真不错，多亏了你的能力，不过你最近说话越来越小心了。吃一堑长一智。上次说想要点生气，结果路灯全变成了会唱歌的向日葵。是小猫？这些小家伙真可怜。要是他们能活得开心点就好了，有点活力，有点绿色植物玩玩。你刚才是不是？我没有能力，我发誓。这闻起来好香，是猫薄荷！快看，猫来了！这是猫薄荷，能量波动显示是局长的能力残留。爹，中央大捷出事了！什么？猫薄荷？糟了，我早上随口说的，没想到……我就感觉你当时手动了。我去处理，这次一定要精准解决。只清除猫薄荷，不伤害植物，不影响其他。还有，别让猫突然戒断，产生不良反应。对，言出法随，让这些猫薄荷在24小时内自然枯萎消失。过程中释放舒缓气息。开始枯萎了，但猫好像没闹，还挺安详的。成了，这次控制得很好。谢谢你，两角兽，我们玩得很开心。什么情况？你的能力让我们变聪明了，我们会报恩的。顾明，你又搞砸了。我只是让他们平稳过渡，没让他们开口说话。不用害怕，我们只是获得了思考的能力，不会伤害任何人。你们现在能理解多少？我们理解语言、逻辑，还有你们社会的规则。比如现在这条街交通瘫痪了，需要疏导。他们真的听得懂。顾明，这比预想的严重，如果全城动物都开智。我需要和你们谈谈，找个安静的地方。好的，跟我来，我知道一个地方。我先自我介绍，你可以叫我橘子，是他们的代表。我叫墨水。我叫雪球，喵。我叫小花。所以你们现在想怎么样？我们不想怎么样，只是突然能思考了，有点迷茫。但我们可以帮忙，我们数量多，分散在城市各处，可以成为你的眼睛。你的意思是监控城市？对，我们看到了那些不好的东西，空间裂缝、黑雾、奇怪的人形怪物。你们能看到灵界波动？现在能了。你的能力让我们感知到了能量。作为交换，我们需要食物、水、安全的住宿，还有绝育自愿原则。你们连这个都懂了？我们观察人类很久了。局长，我们分析了能量残留，您的平稳过渡指令被能量放大解读了。平稳被理解为提升认知水平，以适应变化；过渡被理解为进化过渡期。所以是我的指令太模糊。爹，言出法随似乎会补全不清楚的逻辑。他认为让猫变聪明，才能平稳过渡猫薄荷消失的过程。小姑父，你现在有一只猫特务队了。现在怎么办？撤销能力？不，他们已经获得智慧，强行剥夺太残忍。而且他们说的有道理，猫咪是完美的监控者。爹，你要正式和猫结盟。但要约法3章：第一，不能惊吓群众；第二，不能扰乱社会秩序；第三，绝育自愿原则我批准了。那他们要签合同吗？按爪印？我们可以合作，管理局会提供猫粮、水源以及医疗帮助。我们回报情报，已经发现3处异常能量点，坐标是。谢谢，对于把你们卷进来，我很抱歉。不用道歉，作为猫，
我们以前只能被动等待命运，现在能思考，能选择，这感觉不坏。你们以后打算怎么办？一部分会继续当猫享受生活，一部分愿意帮忙。我们也会制定自己的规则，避免恐慌。明智的决定。那么合作愉快，局长先生。合作愉快。今天的事给了我一个想法，你的能力需要训练精准度。我也意识到了，言出法随太强大，我的任何想法都可能被实现。所以我们要设计训练，从简单的具体的指令开始，比如让它变成苹果汁，但要精确到200毫升苹果原榨，温度10摄氏度。言出法随，这杯水变成200毫升苹果原榨汁，10摄氏度。完美。明天开始每天训练，从变饮料到修复物品，再到改变局部环境。谢谢你帮我。因为你也在帮所有人啊！猫薄荷事件让我明白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更重要的是精度越大。从今天起，我要学会像外科医生一样使用能力，精准到每一个字。今天的菜味道怎么了？这是我妈做的味道，她炒蛋会加一点牛奶，这样更嫩。真的假的？我的也是这个味道。这个汤是我去世妻子做的味道，她喜欢多加白胡椒。局长，我的菜有家乡的味道。我的也是。见鬼了，我按正常菜谱做的，出锅全变味了。抱歉，可能是我的问题。我早上说了一句想吃有家的味道的早餐，所以整个食堂的菜都……又是我。局长，我们检测到您的家的味道指令被能力解读为让每个食用者尝到记忆中最怀念的味道，范围覆盖了整个食堂。但这是好事啊，大家开心。问题在于不可控。如果我当时想吃顿特别的，能力可能会解读成什么？满汉全席，还是直接变出活海鲜？更麻烦的是，这种效果会残留，食用者接下来1天吃任何东西都可能尝到那个味道。所以大家今天一整天都要活在回忆里。能解除吗？可以，但要精准，不能直接取消，那样可能抹除相关记忆。言出法随，让记忆味道效果在6小时内自然消退，不影响味觉功能，不损害任何人的记忆。能量波动稳定，效果正在设置衰减程序。好，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奇怪，今天吃什么都像我妈做的菜。我也是，不过还挺怀念的。看来效果在消退，但很温和。你今天很克制，没有急着修复，而是设置自然消退。我从猫薄荷事件学的，能力不是开关，更像是编程，要考虑后续影响。这味道怎么了？是我奶奶做的蜂蜜蛋糕的味道，她在我初中时去世了。抱歉，我的能力让你……不，谢谢你，我已经很久没尝到奶奶的味道了。虽然是意外，但是很好的意外。林夕，所以你看，能力用得好，也能带来温暖，关键是怎么用。这一天，我学会了能力的另一面，它不仅能解决问题，也能连接人心，但需要精准的导线，而不是粗暴的焊接。让它变成梨，但要保持原重量，VC 含量提升20%。言出法随，苹果变为梨，重量恒定，VC 含量提升20%。完美，重量误差0克，VC 含量提升19.8%。进步了。明天加大难度。好，林夕，今天谢谢你，不只是训练，还有你对我说的话。我只是实话实说。那我能再实话实说一句吗？你训练我的样子很好看。是吗？继续训练，下一个项目。局长，走。早，橘子，有情况。第一，东区下水道有异常，派墨水器监控了。第二，我们内部开了个会。什么会啊？关于猫族文明发展纲要。等等，什么文明？我们变聪明了，总得有个规划。我们决定成立猫咪互助网络。你们想做什么？第一，信息共享，哪家对猫好，哪家有老鼠，哪家会喂吃的。第二，互助体系，老弱病猫有年轻猫照顾。第三，关系准则，不惊吓，不破坏，接受善意，保持距离。你们考虑得很周全。这是能量波动图。爹，猫咪网络提供的情报准确度很高，我们已经核实了3处微小裂缝。这猫还懂侦查？但他们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产生社会问题？他们还是猫，只是变聪明了，应该没问题。而且这可是一支猫猫队呢。小姑父，如果他们要投票权怎么办？那到时候再说。能量源在下面50米，有空间波动，但未形成裂缝。
谢谢。你怎么不下去啊？下面有只大老鼠，我不喜欢它。猫还是猫？言出法随，探测下方50米的空间异常，无害化处理。效率真高。作为回报，给你个消息，南区有只怀孕的母猫，需要帮助。看来他们真的在建立互助网络。他叫小菊，我们需要帮助他。别怕，我们是来帮忙的。他没说话。不是所有猫都获得了说话能力，只有第一批接触你能量波的才有。小菊是后来影响的，只是变聪明了。这样也好，太像人反而麻烦。谢谢，猫咪网络会记住这份善意。不用谢。不过橘子，你们要答应我一件事，如果遇到困难或者有猫行为异常，一定要告诉我。明白，我们也不想变成怪物。猫咪文明，真没想到会发展成这样。我的能力总是带来意外，但这次我觉得是好的意外。因为他们让你学会了责任，是解决问题，还要负责后续发展。言出法随不是许愿机，是创造工具，创造需要规划和维护。你越来越像真正的局长了。那像不像合格的男朋友？还差得远呢，继续努力吧。今天练习时间控制，让这个沙漏的流速加快10倍。言出法随，此沙漏时间流速提升10倍，沙子总量恒定。小姑父，这能力能用在训练上吗？比如让我的一天变成48小时。理论上可以，但时间操控很危险，如果出错……等等，顾明，你昨天是不是说希望报告能快点写完？我说过吗？我操！时间真的加速了！时间流速异常，整个管理局的时间比外面快了3倍。我10分钟小拉2天的工作量，那手抽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言出法随，恢复正常时间流速。别乱用能力。我怎么长胡子了？这才过了几分钟啊！需要逆向思考，不是恢复，而是定位并修复异常源头。对，找到你昨天那句话的影响范围。能量残留在这里，我昨天在这里说，希望报告能快点写完。影响范围？整个管理局还有周边50米。外面的人没事吧？范围有限，但现在里面的人正在以3倍速度衰老。赶紧修复。小姑父，我英俊的脸呢？大家听好，我要进行精准修复。林夕，帮我监控。能量稳定器就位。言出法随，定位昨日加快时间指令的影响范围，仅恢复该范围的时间流速，同时恢复该范围的所有状态。太好了，工作做完了。时间流速恢复正常，身体补偿生效。精确，只修复了异常范围，后面完全没受影响。成功了。顾明，你消耗很大，对吗？时间规则比我想象的复杂。今天很险，如果时间异常扩散到全城，我知道我太依赖能力了，随口说的话都可能造成灾难。但你也进步了，这次修复很精准，补偿了损耗，还保留了工作成果。算是学到一课，时间不能乱玩。其实我有个想法。既然你能精准控制时间范围，能不能创造一个小型的时间训练场？这样就有更多时间训练。理论上可以，但要非常小心。我们可以一起设计，从最小范围开始测试。你今天说希望报告能快点写完的时候，在想什么？在想早点结束工作，好约你吃饭。笨蛋，直接说不就好了？我怕被拒绝嘛。那现在问，林夕，明天晚上可以和我一起吃顿饭吗？不是局长和队员，是顾明和林夕。好啊。这地方是不是太正式了？是你订的餐厅啊。我让副局长推荐，他说这里氛围好，这也太好了吧。先生女士，需要点餐吗？我来吧，前菜鹅肝，主菜和牛，甜点熔岩蛋糕。你常来这种地方？以前和家里人来过。放心吧，今天我请。那怎么行？说好我请的。3号桌和牛要5分熟，酱汁按标准。主厨，这批鹅肝的品质好香。滚上又馋次品，别声张，照常做。
这味道不太对啊。怎么了？鹅肝不够新鲜，酱汁也偷工减料了。真的？这么贵的餐厅还这样？算了，别影响心情。不行，这顿饭很重要，不能有下次。顾明，你又哇，今天的菜特别好吃啊！做出超常发挥啊！怎么回事？我没做这些调整。糟了，我的不能有瑕疵。看来你的能力觉得我们的约会不能有任何不完美。对不起啊，我把约会搞砸了。没有啊，我觉得很浪漫啊！你下意识想让一切完美，这心意我收到了，而且食物确实变好吃了。但这是作弊。那下次你亲手给我做，不用能力的那种。好，我学。我们去吃大排档吧，那里不需要完美。顾大局长，做个便当而已，需要炸厨房吗？煎蛋怎么老是粘锅啊？火太大了，我来教你。那个，你靠太近了。专心点，说好不用能力的。成了，你看这个。合格了。小姑父，这真是你做的，不是用能力变的？我发誓，亲手做的，看证据。笨手笨脚的。哎呦，好恩爱呀！是你的饭局。经过餐厅那事儿，我明白了一件事：能力可以创造完美，但真心需要亲手付出。你成长了，顾明。你最近在研究什么？灵界的历史，还有言出法随的源头。你看这段记载：言灵之术源于心诚，委于心妄。什么意思啊？大概就是说，这种能力来源于内心的真诚，但也会因为狂妄自大而失控。就像你之前随口说话那样。对，我现在觉得能力是放大器，它会放大我的意念。所以你要先修心。是的，只有稳定的内心才能驾驭你。局长，你最近情绪很稳定。你怎么知道？我们猫能感知情绪波动，你的能量场比以前平和多了。在学着控制。这是好事。对了，猫咪网络运行的怎么样？发现了7处微小的空间裂隙，都及时上报了，没有造成恐慌。谢谢你们。祝你好运。连猫都能看出我在努力，也许真正的强大，不是能改变多少世界，而是能控制多少自己。局长，里面不对劲。什么情况？空间感觉叠起来了，像揉皱的纸。确实有微弱的空间波动。这是空间褶皱，灵界和现实的边界在这里变薄了。危险吗？如果继续发展，可能会形成新的副本入口。这不是自然形成的，有人在这里实验空间法术。会是陈无度残留下的手下吗？有可能，他还在医院昏迷，但可能有同党。那更得小心了。褶皱的源头在地下，看起来是个废弃的实验室。空间折叠实验，试图制造可控的副本入口，又失败。日期是3个月前，但能量残留很新鲜。最近有人来过，小心！是陷阱！言出法随，稳定当前空间结构。这法阵在抽取我的能量，核心在那里，需要打断它，但不能硬来，当前空间会崩塌。用精准控制，只干涉法阵的核心节点。言出法随，定位法阵能量节点，在不破坏空间稳定的前提下，逐点解除。这里面有东西，这是顾明，那是什么？顾明，当你找到这里，说明你已经掌握了言出法随的基础，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这是天眼先生的字迹。灵界不是游戏，而是牢笼，关押着原初混乱。他是规则的破坏者，会吞噬一切秩序。言出法随是唯一能对抗他的力量。原初混乱就是媚眼说的古老存在。我在时间界带中看到了未来，原初混乱即将苏醒。我留下这个空间褶皱，是为了筛选出合格的继承者。所以这是一场测试。如果你能稳定这个褶皱而不崩塌空间，说明你理解了控制的真谛。接下来你需要理解创造。那是什么？简单来说，
世界由规则构成，但原初混乱会破坏规则，它经过的地方，一切都会陷入混沌。所以灵界的怪物、副本，都是规则被破坏的表现。对，言出法随之所以能对抗它，是因为你能建立新规则，用规则对抗规则。但记住，创造规则比破坏难得多。你需要理解世界的本质，才能写出不矛盾的规则。我选择你，是因为我在时间中看到了你的可能性。最后提醒，原初混乱3个月后完全苏醒，你需要在那之前真正掌握创造规则的技巧。3个月，时间不多了。但我现在明白了，以前我只是在用能力修改东西，从没想过创造规则。有什么区别？修改是把水变成可乐，创造是制定一条规则，前者是一次性的，后者是持续生效的。所以你要创造持续生效的规则。对，比如一个禁止空间褶皱出现的规则，就能预防今天这种情况。能做到吗？天野先生相信我，我就得试试。我们一起。今天练习规则创造，创造这个房间所有掉落物都会缓慢落地的规则。言出法随，在此训练场内制定规则，所有物体掉落时，落地速度减缓至原本的1/10。测试一下，成功了！成功了！很好，现在维持这个规则10分钟。小姑父，副局长让我问你，实现今日上的会议，我们也变慢了。规则被决议了，我要修改规则。小姑父，想想办法，言出法随，修改规则，请让物体受影响。好了，光线正常了。但这把刀还在天上飘啊！我需要更精准，规则就像程序，有漏洞就要打补丁。你想怎么做？直接结束这个规则，言出法随，结束减缓落地速度规则。好险，你这练习差点把我们困在慢动作里。我明白了，制定规则时要考虑边界条件，所有物体太宽泛了。那今天就练习到这里，明天从更具体的规则开始。小姑父，你练这个有什么用？3个月后直接上去打不就行了？天野先生说，原初混乱是规则破坏者，普通的攻击对他可能无效，需要用规则对抗规则。比如果他能让火焰结冰，我就要让火焰保持高温；如果他能让重力消失，我就要让重力恒定。好复杂。所以现在要练习，从简单规则开始，逐步复杂化。对了，橘子那边有消息吗？猫咪网络又发现了2只微小波动，已经处理了。规则创造比想象中难，但就像学写字，得从一笔一画开始。今天召集大家是有重要情报。我们发现空间波动大多发生在3、4点之间，就像有什么东西在那个时间段最活跃。具体位置呢？都在城市边缘，像在试探。原初混乱在试探现实世界的防御。还有一件事，最近有些流浪猫行为异常，眼神呆滞，走路僵硬，被影响了？不确定，我们已经把那些猫隔离观察了。有微弱的混乱能量残留，很淡。会传染吗？目前看不会，但保险起见，言出法随，净化此猫咪体内的异常能量。恢复了，谢谢你。应该的，你们也要小心，如果发现任何异常，立刻通知我。明白，我们猫咪网络会24小时监控。猫咪比我们想象的还有用。
他们数量多，分布广，确实是最佳监控网络。但我也在担心，如果原初混乱意识到这一点，会针对他。那怎么办？也许我可以制定一个保护规则，只针对猫咪的。会不会太复杂？试试看，明天在训练场练习。今天的目标，创造一个在城市范围内猫咪不受混乱能量影响的规则。这个范围太大，消耗会挺大。先从模型开始吧。言出法随，制定规则，所有猫咪形态的物体对混乱能量具有抗性。玩偶没有反应，成功。但这是死物，真正的考验是活着的猫，还是需要橘子配合。局长，你确定安全吗？我用最微弱的能量测试，如果你感觉不舒服，立刻说。准备好了吗？嘿，喂，我还没准备好啊！没感觉。这次强一点。嘿，成功了，但只针对混乱能量。好像有个看不见的盾牌。问题是，你怎么定义猫咪？宠物猫和猫科动物都算吗？用生物学定义，猫科、猫属。那老虎、狮子也会被保护？这动物园的老虎应该不需要对抗混乱能量吧？局长，我建议用更精准的定义，所有被猫咪网络登记的猫。好主意，用身份来定义。那现在扩大范围试试，从训练场扩大到整个管理局。言出法随，在管理局范围内，所有在猫咪网络登记的猫对混乱能量具有基础抗性。我感觉到整个建筑都很安全。爹，这些猫都想进来登记。1、2、3， 20多只，他们怎么知道的？消息传播太快了，消息都传开了，大家知道这里安全。但养不了这么多猫啊。只登记不收留，登记后它们就有抗性了。好，橘子，先组织一下。集合。他们真的在排队。第15号登记完成，虎斑猫，雄性，约2岁。爹，这规则会消耗你的能量吗？不会，规则自我维持，除非撤销，建立时才消耗能量。就像程序，运行时不消耗程序员精力。局长，西区公园有情况。哦。副本入口正在生成。什么鬼？砍了他！等等，这个裂隙不稳定，像失败的产物。有人在打开裂缝。退后！言出法随，稳定空间裂隙，阻止其扩大。副本入口吗？但感觉不对啊。我们砍了它。等等，这个裂隙不是自然形成，也不是人为打开的，它像是被某种力量腐蚀出来的。腐蚀是规则层面的吗？对，规则层面的腐蚀。这里的空间规则变得脆弱，然后被来自灵界的混乱能量挤破了，就像是堤坝被白雨诛空后又被水压冲开。啊！我操！你们退后！言出法随，稳固此区域空间结构，净化渗出的混乱能量。局长，涉毒气息和之前影响流浪猫的混乱能量很像。检测有结果了吗？感觉这条混乱能量很暴躁。局长，这能量具有高度腐蚀性和规则否定特性，像是一种概念性的污染。概念性污染，可以说得通俗一点吗？通俗点说，就是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否定现有规则，比如让火是热的这条规则暂时失效。我们猫咪网络最近监控到的异常行为事件，在空间裂缝出现点附近呈几何数增长。原初混乱的力量正在渗透，正在让我们的世界本身生病。这些裂隙是病症的溃口。我们能堵住溃口，但治不了病根。
没错，但至少我们要控制感染范围。橘子，通知所有猫咪网络成员立即执行避狱案。明白，我会重新部署监控点。就是这一片，混乱能量的残留信号最密集，而且有向内城蔓延的趋势。地下环境复杂，我们的同伴也很难全面覆盖。啊，好奇怪，这里的能量有被污染的气息。交给我，小姑父教过我怎么探测能量流向。前面好像有什么在打架。不好，是小花，她今晚在这个区域巡逻。快！谢谢，这些家伙没有痛觉，只想破坏一切有规律的东西。你的爪子被一只发疯的鸽子撞了一下，大鸽子然后自己撞墙消失了。不好，你也接触了污染源，现在感觉怎么样？刚才有点晕，现在好多了。这污染会传染心智。规则很有意义，破坏。雪球，你怎么了？坚持住，雪球！怎么回事？地下隧道出现高浓度规则污染，雪球被正面冲击，小花轻伤，已处理。我来检查下。演出法髓，解析目标体内异常能量性质，尝试温和玻璃，最大程度保护其本身意识与生命。雪球怎么样？很麻烦，这污染已经和他部分神经意识结合，强行净化可能会伤到他的大脑。还有别的办法吗？放弃玻璃，转为隔离与抑制，在雪球体内构筑规则屏障，将污染能量封印惰性化，使其进入深度休眠，等待找到根源性解决方案。暂时稳定了，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我们会等你。橘子，我以管理局局长的身份命令，猫咪网络除必要通讯节点外，所有成员立即撤离一线监控区域，转入预设安全屋，禁止主动接触任何可疑能量点。局长，我们是城市的眼睛。正因如此，不能让这双眼睛被黑暗吞噬，保存力量，为未来做准备。遵命，局长。所有外围兄弟姊妹都已撤回，损失7只猫失踪，确认是被污染后陷入空间裂隙，雪球重伤昏迷。我们真的就只能躲在这里吗？不是躲，是战略转移。局长说的对，现在的污染形式变了，无差别的侵蚀心智。我们引以为傲的隐蔽和敏捷，在规则层面的污染面前效果有限。那我们做什么？做我们还能做的。第一，通过安全网络继续分析汇总各处传感器，包括我们之前布置的数据，寻找污染扩散的规律。第二，保护我们自己，维持网络存在。第三，研究如何抵抗甚至逆转这种污染。局长在寻找治本的方法，我们或许能找到缓解症状的药。我明白了，我们需要知识。对，局长已经授权我们接入管理局的部分数据库。从今天起，我们学习一切可能帮助我们理解敌人和保护同伴的东西。为了雪球，为了失踪的同伴，也为了这座城市。没错，即使身处安全屋，我们依然是这座城市的守望者，只是从明处转入了暗处。需要我们做的任务还有很多。哇哦，你今天看起来真不错。爹，今天来了很多人，大家都很想见见你。我又不是明星。小姑父，你现在比明星还火。快看，是局长！啊，真的是局长！局长！终于脱身了，真不容易。局长，今天很热闹。是啊，看到大家能这样欢笑，我觉得一切都值得。这3个月虽然紧张，但城市在恢复生机。猫咪网络报告，今天灵界波动异常平静，就像暴风雨前的宁静。原初混乱在积蓄力量，不确定，但太安静了，反而不安。刚刚天黑了一下。林夕，你感觉到了吗？一瞬间的空间颤动，来自北方。庆典提前结束，通知所有人进入警戒状态。爹，刚才发生什么了？原初混乱开始活动了。城市拯救成功后，顾名规则能力精进，新盟友猫咪网络集结加入，城市重焕生机，
但阴影前行，污染暗涌，危机从未远离。庆典之上，祥和之下，风暴已然逼近，平静破碎，警戒拉响，一场终极对决即将开启。局长，探测到强烈的能量源，距离城市300公里，正在缓慢移动。他来了？不，他在生长，看能量读数，每分钟都在增强。3个月，如果按这个速度，正好在3个月后达到峰值。我们要主动出击吗？他现在还在积蓄力量，主动进入他的领域太危险，而且他在移动，或者说他知道我们在哪里。言出法随在他眼里就像黑暗中的灯塔一样。移动？朝哪个方向？能查到吗？朝我们城市的方向，速度慢，但方向明确。那我们怎么办？加强训练，加速掌握的进度，同时在城市周围布置预防规则。来得及吗？必须来得及。天野先生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就必须完成。从明天起，每天训练时间加倍，我要在1个月内掌握复杂规则的创造。你身体撑得住吗？撑不住也要撑。林仙，如果我失败了，没有如果，我会陪着你，陈烨会陪着你，整个管理局都会陪着你。所以，别说什么失败的话，我们一定会赢。谢谢。我能感觉到那个方向传来不好的气息。猫咪网络从现在起重点监控北方，有异常立刻报告。明白，局长，我们会战斗到最后。谢谢。爹，猫咪网络已转入隐蔽监控模式，按您要求，所有登记在册的猫都已撤回安全屋，更隐蔽安全的传递情报。原初混乱的威胁升级，不能让他们去冒险。理解。橘子说潜伏是猫的天赋，他们会继续担任城市的眼睛。媚眼，你怎么穿成这样？来收债啊！你欠我那么多人情。什么债？我什么时候欠你债了？一笔很多，我都记着呢。今晚该还一点了，陪我，就今晚，仅此而已。这还仅此而已？是让你陪我喝杯酒，聊聊天罢了，还能暂时忘了世间所有烦恼。我明天还要早起训练，真不能喝酒。唉，好吧，只有1杯。说起来，顾明，你觉得我美吗？很美。啊？打扰你们了，我这就走。等等，不是你想的那样。没意思。林仙，你听我解释，他只是来讨债，我们什么都没做。讨债小债成那样，需要贴那么近？顾明，我不是瞎子。我真的拒绝了，我推开他了。那你为什么还和他喝酒？你为什么让他深夜进你办公室？我欠他太多人情。他就用别的方式还，别再这样了，我受不了。我也不想这样的。宠物召唤，强制响应。女王大人，这是什么？上来。不行，绝对不行！女王大人，我知道您心情不好，但我不想当任何人的替代品。对，我不配，所以别用这种方式侮辱您自己。哼，我父母死在灵界怪物手里，是小姑把我养大，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人。宠物，其实你挺可爱的。别摸头，就摸。契约写着呢，宠物要服从主人。那是小姑父乱签的。那你自己想不想当我的宠物啊？好像也不坏。陈烨，你脸怎么这么红？发烧了？没有，我在热身。
你也失眠了？小郭，没有，我睡得特别好。那你宠物过来，怎么了？契约召唤，我去了。来了。女王大人，有什么事儿？昨晚的事忘了它。啊？我只是心情不好，逗你玩。但契约是真的，你以后要随叫随到。哦。什么表情？不愿意？愿意。还挺认真的。宠物，你确定会做？看教程学的，这次肯定行。蛋糕做好了，好丑的蛋糕，又失败了。我尝尝看，味道怎么样？还行，至少能吃。啊，真的吗？比上次进步。为什么这么指出做蛋糕？您上次说想吃，所以就没有别的原因吗？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哼，傻宠物。宠物，如果大战结束我还活着，你愿意继续当我的宠物吗？先想想再回答我。我想做的不只是宠物。哦，不只是宠物，那你还想做什么？就是可以一直陪您的人。是吗？你说说，可以一直陪着我的是什么人？是。如你所愿。局长，猫咪网络在北郊的观测点率先发现能量读数异常，比卫星预警早了3分钟。现在干得漂亮，简直太棒了！空间裂缝，他们的数量是多少？局长，他们至少100，正在朝城市移动，速度极快。防御阵能挡住吗？第一波可以，但第二波必须主动出击。先遣部队提前了3天，是混乱撕裂者，擅长破坏规则结构。我的刀能对他们造成伤害吗？能，但他们的血有腐蚀性，一定要万分小心，不可逞强。好，我们按计划行事。我和林夕正面迎击，媚眼带临界援军侧翼包抄。陈烨，我机动支援，哪里破防，我补哪里。还有一个问题，橘子怎么办？橘子，我让他指挥猫咪网络，监控城市内部。这一战不是为了荣耀，是为了生存。我们身后是家园，是亲人，是我们珍惜的一切。誓死守护。这个能保命一次，别轻易用。你也要小心。我可是活了1000年的女王，没那么容易死。还有，等回来了有奖励给你哦。什么奖励？你猜？我奶奶留下的，保平安。等我回来，我们就结婚。我等你。我的援军会在侧面打开第2条裂缝，我们前后夹击。好，注意，5分钟后同时进入。你们快看，那是什么？局长，裂缝在扩大，有更强大的能量反应。不是先遣部队，是原初后人的分身，他提前苏醒了。怎么会？改变计划，所有人后撤，重新部署。小姑父。所有人开启能量护盾。炎烛法髓，终于等到你了。他在等我。是你的归宿能力。不行了，撑不住。女王大人，您先走。闭嘴，要死一起死。
放弃吧，渺小的人类。他是冲我来的，只要我进去，吸力就会停止。你进去就是送死。但你们能活。对不起，婚礼要推迟了。不行！顾明，小姑父，这个笨蛋！时空冻结。小宠物，好好活着。你又欠我一次。哼！女王大人，免！不！女王大人，女王大人，陈烨，为什么不去救他？为什么？陈烨，你冷静一点。因为他选择救我。如果我当时冲进去，他做的一切就白费了。那现在怎么办？他还活着吗？局长，裂缝闭合后，北方能量源下降60%，但出现了异常。在裂缝闭合的坐标点检测到微弱的生命信号，和魅眼女王一致。他还活着吗？信号强度非常的微弱，就像是被困在某个夹层空间。能定位吗？要更精密的探测，那个位置被混乱能量笼罩，普通探测会被干扰。我要去救他！别冲动，我们需要计划。你相信他还活着？他是概念级存在，没那么容易死，但情况肯定不乐观。他是为了救我们。陈烨的样子让我心疼，我从没见过他那样。所以我们必须救他回来，不只为了陈烨，也为了还他人情。小姑父，我要去灵界。你确定要去？灵界现在可能因为女王的失踪而混乱。她是灵界的女王，她的属下一定有办法。这个还在发疯，说明她还活着。我们陪你一起去。小顾，你和顾明留下主持大局，我一个人去更快。给你3天时间，3天后我们都会启动救援计划。好。女王的气息消失了，但能感应到她还没死，只是被困住了。人类，你来做什么？求各位帮忙救女王大人，她可能被困在空间夹层。我们凭什么帮你？凭我是她的契约宠物，也是她选择的人。要定位女王的位置，需要她血脉的能量共鸣。这个行吗？他给我的。上面有他的本源能量，可以试试，但需要载体。需要什么样的载体？契约宠物就是最佳载体，但过程很痛苦，可能会死。我接受。法阵会强行抽取你体内的契约能量与项链共鸣，反向追踪女王的位置，但你可能承受不住。开始。宠物，你怎么来了？女王大人，你在哪里？远处混乱的胃里，他想消化我，但我让他难受。我该怎么救你？从外部切开他的空间屏障，用你的空间斩。能量够吗？加上顾明的规则创造。宠物，等我，一定要等我！找到了，在远处混沌的体内空间。需要切开屏障，我们可以出兵牵制外围混乱力量，但切开屏障，我回去找小姑父。3天，我只有3天时间。爹，这么久了，陈烨还没消息。还有1天，准备启动 B 计划。陈烨，你怎么？找到什么？需要切开屏障，认识所在位置。这个笨蛋！他做到了，现在轮到我们了。根据地图，目标被困在一个多层空间夹层中，解救需要满足2个条件：第一，精准的空间切割。那另一个呢？足够强的能量输出。空间切割，陈烨可以，
能量输出。我的火焰可以转化为纯能量。差点忘了，还要局长你稳定规则支撑。但原初混乱的本体会反击吧？所以需要诱饵。我们从侧面切入，时间窗口只有10分钟。那成功率呢？3成。小瓜，我睡了多久？你差点死了，知不知道？整整昏了1天。但值得，我见到他了。什么？虽然只是幻影。计划已经定了，你还能战斗吗？必须呢，我一定要去救他。可知的，刀身融入了规则稳定符文。打好了。谢谢小姑父。跟我客气什么？如果我这次回不来，必须回来。我们所有人都在等你。这次行动代号是女王营救，目标是切开空间屏障，救出媚眼后全员撤回。记住，我们不是去决战，而是救人。又一起回来。我一定要救他出来。好，灵界军队已就位，10分钟，人类别超时。我们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侧面空间薄弱得以标记。陈烨，就是那里，准备切割。来了。空间铲，最大输出，言出法随，稳定此裂缝，组合规则牵制，能量传输，挥驰。陈烨，你继续找他，我和林夕维持通道。10分钟。这有反应，看来就是这边了。女王大人，宠物，你真的来了，笨蛋！这就救你出来！怎么可能？女王大人，既然来了，就别走了。别怕，我们回家。帮我一把，宠物。概念解放，时空缓流。出！时间快到了，空间开始不稳定，再坚持一下。陈烨，陈烨，成功了！撤退，他要发飙了！言出法随，永久闭合此通道。我们走。宠物，你醒了。现在是你救了我，该我叫你主人了。别开玩笑。谢谢你来救我，因为您值得。他们总算……不过原初混乱不会善罢甘休，这次营救激怒了他。那接下来怎么办？等媚眼恢复，我们需要重新制定战略。原初混乱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是无数世界崩溃后的怨念集合体。什么意思？意思是，单纯的破坏杀不死它，它需要进化。怎么做？那就要问你的小姑父了。言出法随的最高境界，不是创造规则，是改写存在本身。原初混乱的弱点，是它核心概念混乱本身，需要用相反的秩序概念去覆盖打败。我的能力能做到吗？不能，你需要先掌握概念改写，而不仅仅是规则创造。但时间不多了，最多1个月，他就会完全苏醒，发动总攻。1个月，来得及吗？必须来得及。将特训升级，媚眼，你能指导我吗？当然，这是还你的人情。我也要特训。你
先把身体养好再说。概念改写第一步，理解事物的本质。比如这杯水，它现在是水，但如果我改写它的本质为火，这不是幻想。对，现在你试试，把这个苹果的本质改写成石头。言出法随，改写此苹果的本质为石头。天赋不错，但消耗太大，最多连续改写3个就会透支。1个月后真的能赢吗？不知道，但我们必须赢。这次不会再有人牺牲了。宠物，答应我一件事，如果最后真要有人牺牲，别抢着去，让我来。不，这次换我保护您。局长，1个月后的大战，我们猫族也能参战。不，你们的任务是活下去。如果我失败了，那么猫咪网络还会继续监视，等待下一位觉醒者。谢谢。祝您胜利，局长。